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帅 K。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先来岔开个话题。我之前对荣耀旗舰的兴趣其实一般，不过上一代旗舰里荣耀 Magic V3 让我改变了我对这个品牌的印象。那款机器特别棒硬件完成度很高，软件有很多惊喜。所以这代Magic 7来之前，我对荣耀的关注度高了很多。前段时间去美国的时候，我就拿到了这款产品，在骁龙峰会的现场也看到了荣耀宣传的一些场景。所以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来聊聊荣耀 Magic 7系列。先来看硬件部分荣耀 Magic 7标准版和 Pro 版的背部和中框风格基本一致，而标准版的正面使用的是直屏设计 ，Pro 用的是四面微曲设计。虽然今年各家都用了这个直角中框设计，但荣耀这个还有一点不一样以 Pro 为例它的中框本身并没有做什么弧度处理，主要是靠前面的屏幕和背部的玻璃去做弧度，以此来提升手感，所以它的手感呢会相对硬朗一些。那我这段时间主要体验的是灰色版本的 Magic 7 Pro， 实话实说，这个颜色和质感都是很棒的。不过镜头模组确实会让我想起一位故人，懂的都懂。翻到正面，标准版是居中挖孔，很干净。但你会发现Pro 依旧采用了一个长挖孔，先别急。我的观点呢一直是，只要它这个挖孔功能性足够好，那就是值得的。而荣耀做到了。Magic 7标准版和 Pro 都采用了非常好用的超声波指纹，位置适中，解锁迅速。而 Pro 不仅是用了超声波指纹，这次还支持了 3D 人脸。要知道之前用 3D 人脸的机型，哪怕它用个短焦指纹，我都不觉得是缺点。而荣耀这次直接把我心目中最好用的 3D 人脸和这个超声波指纹都给你了，你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，再也不用纠结了，也不用吵架了，好评。那除了生物识别方式上的差异呢，其实标准版和 Pro 很多地方都是相同的。首先呢就是性能，两者都是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，性能表现呢肯定不用担心。我们在崩坏、星穹铁道绕圈跑图30分钟，Magic 7和 Magic 7 Pro 平均帧率都是59.5帧，Magic 7平均功耗4.15瓦，消耗电量8%。游戏结束后，机身正面最高温度35.9，背部最高温度33.8，中框34.3度。Magic 7 Pro 平均功耗4.17瓦，消耗电量7%。游戏结束后，机身正面最高35.7度，背部最高34.6度，中框最高34.5度。两台手机的机身也就微微热，而且功耗都不高。骁龙8至尊版确实强。两者都用了 3D 超声波指纹，尤其是对于 Magic 7标准版来说标准版能用超声波指纹还是很加分的。两者都是 X 轴线性马达，也都是第3代青海湖电池，也用了第3代的3吉尔技术，实现了100瓦有线加80瓦无线的组合。两者的后置主摄也相投，前置呢也都是5千万像素，全系都是4320赫兹的 PWM 调光，也都配备了荣耀鸿雁通信，能够实现卫星通讯、北斗短信。而且呢，这代还升级了荣耀优速通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能够提升网络的流畅体验，现在人很多的地方刷视频、刷微博也基本没啥问题。全系也都标配了8T LTPO 屏幕，还有荣耀 AI 自然光绿洲护眼技术 ，IP68 加 IP69 防水防尘也是全系标配。就能发现今年很多标准版的定位其实都很高很全面，而荣耀 Magic 7标准版的配置和自家 Pro 拉个表格一看，核心配置两者都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两款的选择方向我认为手感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，毕竟它俩的重量差了20多克。那我们在之前荣耀 Magic V3 的体验视频里我给荣耀的影像部分提了不少意见。我当然觉得荣耀的相机其实它拍出来的效果是挺好的，但相机体验一般般。那到了这代产品上，荣耀有提升吗？有，而且不小。我拿到手就试了试预览和成像的区别有多大，取景框有没有更清晰。来看这个场景，拍摄场景呢有灯条，背面有高光。预览界面呢是这样的，拍完出来以后能看到系统还有一些优化，但预览界面的参考价值已经非常高了。再来看这个场景这是我在航班上拍的暗光场景。看右下角，你会发现系统其实已经激活了夜景模式，不过点开成片一看，依旧不会出现像之前那种夸张的变化。预览场景的参考价值也非常高，而且看样张本身的话，光影质感保留的也都不错，蒜味儿很小。那这个提升呢，让我使用荣耀相机的欲望大大增强。我猜荣耀能解决这个问题，一方面是他们开始重视这一点了，另一方面也是处理器确实够强。那这次官方默认的影调呢，就是鲜明模式 ，AI 和 HDR 默认也都是打开的，所以我这段时间的样张呢，也都是在这个模式下拍摄的。这个模式下的样张观感呢很不错，荣耀也早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傻亮了。那很多时候呢，反而会提高对比度，来增加样张的质感。
不过我用下来呢，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明显提升的地方，就是目前的相机版本啊，我感觉锐化还是有那么一些严重。如果接下来的更新能解决这个小问题的话，那这套影像系统用起来，我认为是非常舒服的。那雅固人像的效果呢，我也着重体验了一下，抠图效果是很棒的。看这张图，非常细的头发丝也能够抠出来。那这代的风格化会稍微收敛一点，应该是能让更多人接受。但别误会，雅固人像的风格依旧不是糖水片的感觉，和很多品牌的人像味道不同。那硬件说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聊聊 Magic OS。上一代 Magic OS 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稳定流畅，悠悠助手极好用。那到了 Magic OS 9，荣耀几乎把所有的篇幅和重点都放在了 AI 上。我来说几个我心目中认为是真有用且能产生依赖的场景。很多人生活中都会遇到这个场景啊，就是想知道订阅了哪些应用有没有自动扣费。现在你只需要对悠悠助手说有什么应用在自动续费。好的，悠悠将自动执行，为您查询。它就能帮你从支付宝、微信里面找出自动续费的项目。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场景啊，就是你点外卖，比如说你点一杯咖啡，它可以帮你选好地址、店铺，还能选好要热的还是冷的，要几分糖，要不要加牛奶。等你点的多了，它还能记录下来你的偏好。哎，你看，这就选好，帮你放在购物车里面了。我还特别喜欢一个设定，就是你可以直接说出你想管理的应用权限，比如你不希望收到某个应用的通知，你直接对悠悠助手说帮我关掉微波通知就可以了，不用再进入设置一个个查找。那除了这些很实用的场景，还有像是 AI 修图、AI 创作等等。我说实话啊，这次荣耀在手机上落地的 AI 场景真的是很多，我这儿随随便便就能说出6、7个很好用的场景。我相信这次 Magic OS 9上的 AI 功能会让很多人都觉得 AI 不是鸡肋了，是真的很有用，甚至会产生依赖性。之前荣耀在智能方面啊，它主要体现在行程推荐和场景推荐，而今年我用它的感觉，它真的有点像真人助手了。甚至我认为 AI 体验可能会成为这款荣耀 Magic 7系列最大的亮点，一款为 AI 而生的产品。技术体验上，续航呢，因为升级到了第3代千瓦电池，所以我觉得也完全不用担心。以我的使用习惯，一天亮屏7个小时左右。这代旗舰哈，大电池加能效比很棒的芯片，续航几乎都很棒。那说了这么多啊，我觉得可以大概总结一下了。其实关于这款产品，我还有很多想展开的地方，但最近项目实在太多，我真得收着点来。不过我认为Magic 7 Pro 这段时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好的。荣耀这个品牌经历了几年的历练，我认为已经能拿出很优秀的产品了，并且是能够在市面上拥有独特竞争力的。Magic 7系列大幅提升了影像体验，以及众多落地的 AI 场景，再搭配比较均衡全面的参数配置，尤其是 Magic 7标准版，那很多配置都已经高度看齐 Magic 7 Pro， 已经足够满足绝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了。Magic 7和 Magic 7 Pro 都是很优秀的旗舰机，是一款值得好好了解一下、好好挖掘一下的产品。OK， 那本期视频的交流就这么多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到江南推推转发。我是 J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我好运，拜拜。